这其实是政治意志。他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政治意志，就是你肯不肯做，即使得罪人也要做。对，我其实问到很细，就是一直在问说他们那个树有移除必要的时候，你的 SOP 是什么？对，我觉得保险机制算是我学到的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查资料查不到的。他们保险机制很完整，那这个好处就是你会让大家安心，即使今天评估专业的报告出来说，这个树可能有一定的风险，但可能也不用到现在看。那住户以前可能会觉得说，啊，你都不处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但是你有保险机制以后，他会知道说，好了，反正有理赔嘛，那个安心感就会有。再来就是我觉得交通零死亡，这真的是，因为我以前一直想去看，到底要怎么做到，因为我总觉得感觉很奇迹，就交通怎么可能可以做到零死亡？这是一般人的反应嘛？他是6万人，然后真的做到，成功了7个整年，而且他说他每年都有新政策，不但要做到零死亡，还要做到零重伤。现场去看他们简报，然后他一直在强调，他说这其实是政治意志。他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政治意志，就是你肯不肯做，即使得罪人也要做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他说他们其实把交通零死亡跟商圈经济是合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路口一定要设计到最好。让即使严重车祸发生，人都不会死。但你在设计的时候呢，一定有一些街区的，比如说我这边要挖空，可能要弄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的。那这个时候，在这边的商家可能会觉得，为什么我这边我前面要这样子？所以他都会把这些大家一起纳入来讨论。比如说有3种这种不同设计的方法，哪一种设计方法反而还让商家生意变好？他们会选那个让商家生意变最好的那一个。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大家都很喜欢一起来参与十字路口的设计。一方面车祸没有，然后一方面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成功的经验，说这边也可以让大家停留更久，让大家这边商圈经济更活络，然后交通又零死亡，皆大欢喜。他们就一直这样做，一直这样做，哇塞，做到7年，我觉得这都很棒。但我说交通就是有老鼠屎啊，有人毒驾，有人酒驾，你那个就算有道路设计也没有用啊，这样不是也是会死亡吗？他说对，他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就一直不断的在修正，用了很多方法啊。今年最新的方法就是哪一个？叫 Hero Program， 因为他说反正会喝酒又去开车的都是固定那几个点热点，就在台湾其实就是热潮或者夜店啊，对，然后让代驾者进去，只要你是代驾者，你在里面喝非酒精饮料都是免费。然后政府补助，我不是很确定台湾能不能做到，但是你就学到那个精神，就是他们为了真的要让零死亡达到很努力。那台北250万人啊，6万人跟250万不能比，但是我就说学校附近一定少于6万人。对，那我说我在学校附近这一块示范，这边几万人我示范，一定要做到交通零死亡。那如果这个成功了，我再慢慢扩张，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达到。我们有约，他有约我去他的篮球营的。对，我觉得因为他的价值观跟我是非常合啊。我们那天见到以后聊天聊得很开心啊，聊得很开心。然后他也是因为这样，他后来害他行程后来还 delay。我那天跟那个太空人林奇儿也聊得非常开心，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很类似。然后他跟我们的太空中心交流的时候，在讲低轨卫星的问题，跟我想的也都很一致，所以我们就讨论了很多，就是他们跟学界怎么结合，然后还有他当时就是 NASA， 因为 NASA 其实是一个花费很高的机关，那他们怎么样把一些事情商业化之后，让民间的企业进来投资，然后让 NASA 的预算不要那么高，这件事情其实他认为是很成功，他也在建议我们的 TASA 做类似的事，我就在跟他聊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很有收获。